嘿，你们好，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来，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啊？谁在偷偷喜欢你？那我们来抽3张牌来让你们选哈。好，那我们来开始抽牌。好，今天要选的就是这3张牌哈。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如果你要看清楚或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哈。来这里这个位置。哎，好，就这3张哈。那第一张是星星牌，星星牌。第2张是皇后牌，好，第3张是宝剑国王。好，如果哪一张的你对他的目光很难移开的话，那表示你的共振最强哈。那你可以借着各种理由啦，构图、颜色、里面的角色哈，还是你本来就对塔罗牌某些牌非常有感觉，就直接选它哈。那表示你跟它的能量的联动啊，各方面的连结哈，无形的都非常的强，你就选它来听后面的故事就可以了哈。那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现在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我？好，那我们会分3个阶段。第一，他是谁？他在哪里？第2，你们2个能量的契合度哈，结合度。第3，时间点哈，哪个时间点比较特别，比较重要？我们来捕捉一下。来，我们先来看他是谁哦，我是看他在哪哦。先4张来看看哈。目前哦，我必须说，现在先看得出来是他跟你的距离有一点点远了。不过，我不过大概有点觉得一个角色上有点特别哈，他可能跟你是雷同的，差不多类似的事业工作。就说如果你是做设计业，他应该也做设计业；你是做艺术业，他是艺术业；如果你是做金融业、银行业，他就是做这个。然后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也不一定是跟你是竞争啊，他可能就是以公司的单位来说，他跟你的公司就是可能是有竞争关系的。哦，就是你们在抢同一笔生意的。不过，只要你们不是同一个公司啦，基本上都是竞争对手啦。但是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公司里，也有可能是竞争对手啊，为了要去抢同一个案子啊，大家在公司里要比业绩，那也是一个竞争的。反正他跟你是有一种竞争关系，有一种竞争关系，在这里是蛮特别、蛮浪漫的了。然后他的工作能力也蛮强的哈。那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他跟你的距离有点远，因为有看到一种他在往你这边慢慢的行驶过来的概念，所以他不太在你的附近哈。可是你们又有一些相同的性质哦，然后因为隐士牌又有一种那个离群所居的感觉，所以他不太在你这一区。目前看他不在你这一区，不过魔术师牌在这里哈，我所感受到的是，他正在显化一个现在你们2个能量的连接哈，
是处在一种稳定、融洽，正在显化相遇一种有浪漫的、有桃花连结的这个讯号了。那并不是说你们两个是一定是契合的，而是说两个人能量现在是属于一种吻合的状态。好，我们直接这样讲下去，可以直接来看一下那个两个人能量的契合了哈，这样比较快。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能量的契合。好，来，这里好，再看这个哈。先这样好了。来看一下哈。再想，的确上哈，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确实是，这里又再次的翻出来哈，你们两个人是在同一个行业里，然后有竞争关系，所以你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工作，但是你们的工作关系很有可能平常会见到，平常会见到，所以这个人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啦，不然这个题目没办法吻合哈。他接近过你了，然后他还蛮喜欢你的，只是他目前有没有表达出来哦？看起来是没有让你发现啦，哈，不会让你发现啦。这一题的话，没有要让你发现的一个讯号。看一下哦。不过还是有可能会有多少会发，感觉到是。然后他其实离你不远，他是你的同事的朋友，或是他是你的朋友的朋友。他不在你的工作圈，可是他也不太离，虽然公司的单位不一样，但是他在你的生活圈啦，哈，范围里啦不远。然后你们中间有相同认识的人，朋友也有算。这边其实还有一个，这边其实有一个讯号，这边有一个讯号是你们有，其实你们有一起出去过了，大家有一起参加过一个聚会了。可是这个聚会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啦，它不是一种小型的聚会，一点点没有。我觉得它的规模比较大，它比较像是一种大型的。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这边看到的，可能就是有50到100个人的聚会啦。所以我在想，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你，然后就已经有喜欢你。可是，然后这边有一个特别的
要给你的讯号是说，你们哈，他要跟你告白，他要告诉你，你知道他喜欢你的时间点快来了。然后，因为他现在有一种在加速你跟他的关系的距离，有在加速了。好，你们的关系现在目前是加速的，要接近了哈。好像其他的能量啊，或是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他那边已经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他们能量已经慢慢的往你这边过来了啦，好像已经完整了。目前看起来是，我看一下完整的，目前看起来是已经完整了，现在只差一点小小的相遇的契机点，然后你们就可能会有第一次的很明确的互动哈。我再仔细看一下，这么特别。重复的讯号还蛮明确的。然后这边有说，他告诉你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是你，而不是原来是你，所以他是处在一个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人选啦。好，但我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哈，水样是。坦白说，你们两个人的内在的结构、个性，很多东西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才说，刚前面翻的时候是说，你们两个人的能量的契合啊。我刚刚已经跟你说，你们两个人能量契合，可能不是因为你们两个是一样，是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能量有所互补契合起来哈。因为魔术师牌在那里，他在把所有的能量统合起来哈，然后转换成为现实。所以我在想，这个转换成为现实，就是要把两个可能互补性很高的人，要配在一起啦。你们两个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看一下日式位置。好，等一下来看，有一些细微的连接处哈。你们中间还会出现一些其他不太新的朋友，然后那个新的朋友是会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的关键点。然后他自己并不是自己跑来跟你告白啦哈，他会在某一种情境下哈，他其实到目前他还是处在一种比较想要躲起来、偷偷喜欢你的状态。可能哈，我这边可能有感觉到的是说你，他对你有特别的感觉啦，他对你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好像会让他有点不太像他自己，所以他本来做很多事情的那些自信心跟判断力，或是一些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那些直觉在你身上，他觉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其他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呢，会促使他，或是会推他一把，让你们两个认识，然后开始有所互动了。这里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因为他这里其他人的能量跟其他人的介入的讯号蛮多的。好，这里不过还好啦，这一个整个见面跟遇到的能量顺序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温暖的去会遇到，没有什么总之你可以再等一下哈，他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我就是一个聚会吗还是什么？我这边看不太到他到底是要在下一个聚会上跟你互动，还是在什么工作机会跟你互动？目前看起来比较多的都是朋友把他带去
跟你，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在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在工作上哦，你们会在遇到，然后可能会在某一些笑话中比较有趣的谈话中，然后会提到这件事。但也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旁边有别人啦，所以他偷偷会对你一些示好这样子。然后因为今天你被暗示了，所以他对你的示好啊，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说，该不会是这个人吧？所以才会有刚刚前面一个讯息是，你会有一种觉得说，哎，怎么会是这个人？怎么会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哦，不过请放心啦，这个整个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或可能认识、可能交往的一个最底层的那个能量哈，是非常温暖的，是受祝福的哈。然后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外力的帮忙。外力的帮忙也不是说不一定是真的有人出手帮忙了，它也有可能是说你们周遭的一些能量，整个场所的能量的数值，整个结构是没有其他的破坏性的，譬如说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啊，没有人要抢他，或是他不是还有另外一半啊，或者他才不是刚失恋啊，心情还是很不定，没有这个讯号。目前讯号是他那边的讯号是很完整的啦，是很健康的，然后会过来的，是很正常的，是很中间还多了非常多的温暖哈。那其中也有一些会感到小小不安的一些未知感，可是还好，那个部分是处在一种内在探索，就是说他这个人内在有很多还不错的地方，很多还蛮好的地方，因为方趋向是往那里走，你可以慢慢探索，不要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大概是这样子的。哦，好，他这个人 OK 啦，他这个人其实是个比较，他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他不是一个无聊的人，他内在比较多的行动力，他蛮有趣的，活动力蛮高的哈，比较弹跳一点的人。就是如果你跟他相处在一起的话，他性格上各方面生活上会蛮多乐趣的啦，节奏会比较快，气氛会比较好，会比较嗨一点哈，大概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哈，来看一下时间点上可能会遇到的时间点，看一下哈。好，那时间点的话，我们这个一样，我们来抽3张牌来看一下哈。都是钱币，看来真的会在工作机会上很有可能会遇到。来看一下，哎，皇后啊，皇后国王，再来什么？死神，这个讯号确实哈，钱币王的话，可能是要等到夏天过后啦。如果以季节来算的话，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看。嗯，以一整年来说，它比较偏向于秋天中间，大概10月上下左右，10月左右。可是它比较，我觉得它比较偏向刚夏天结束那一段那个时间点哈。那如果我们不看季节的话，我们看大概以现在的时间，那就是每3个月、每3个月了哈。就是从你现在看完3个月，可能就会有一次比较好的接触。如果没有，就是要在3个月这样，它的节奏比较固定哈。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最近的那一次啊，它没有，它这个不会拖太久，它这个不会拖太久，因为我觉得刚上面一个能量已经看起来是已经要有所表达了哦，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啦，会有一个
可是我必须说这个人的能量啊，其实刚刚的那个桃花或是水能量的数值，哦，它比较多是往一种友好的状态走去，它并不是完全就是一个桃花能量，一个恋爱能量。有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现在有的时候他的初步状态，并没有是告诉你说他就是你的下一任或什么这种的。那他对你的喜欢，对他的暗恋是对你的好感度的浓厚度，然后被这边抓拍子会抓到。那一切还是要看他对于你他是在追求什么方向的。目前看到的是，光是要认识你跟你有比较间的一些互动，对他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大的欲求了啦。所以后面的关系发展会变成恋人，还会变成非常好的朋友，或者非常亲密一点，那就是要从这一段之后才会知道。然后这个出发点的时间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一季3个月内，或是就是要到秋天就是10月上下了。因为这边有2张牌强调了，就是十月的那一段，到10月前后，因为以10月为中间值的话的左右的情况会有所特别的一个发展。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有用的不错的正面的期待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来支持我每日更新的动力。好，谢谢。来，我们接下来开始选到第2号牌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好，我们会分3个阶段来。第一，他是谁然后他在哪？带第一个，第二个是你们2个的能量的契合度，然后我们再来挖更深的一些讯号。然后第3是时间点，什么时间点比较重要好，我们现在来先开始选4张牌好。我看一下，他他会在，我觉得你跟他的认识会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不期而遇。那这个场合、这个地方可能是你先前从来没有去过的位置从来没有去过的位置。然后你原本会觉得只是想要去看一下啦，想要去，就是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但可能啦，因为朋友或什么，他因为在这边没有看到说你是被朋友拉去，还是你自己突然好奇跑去，反正你会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就好奇的走进去，好奇的进去之后，你会遇到这个人因为他这里有一个讯号是急速的陌生啦，快速的陌生感，它在一个比较阴暗、比较隐晦的角落的地方出现而且是会遇到他的，而不是这里看起来不是说是，他在哪没有？他现在这个地点的讯号比较像是，就是你会在那一个我刚刚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遇到这一个人，反正你跟这一个人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邂逅。但是如果我们套回去今天这个题目来说的话，这一个邂逅是已经发生过了，然后这一个人他偷偷喜欢你。可是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这样推论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已经认识他了然后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看一下对，我再翻一下，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想问，等一下
你们呢，我觉得你可能不经意的，也可能没有那么有记忆这一个人的存在感，你可能有忽略了这一个人的存在，可是这一个人却记下你了，然后你们是有所联络方式的啦，不知道是哪种联络，反正你们没关系没有连接没有断掉，所以你回想一下，反正其实你们已经认识到了哈，然后只是现在的距离还拉开了，从那一次认识之后，距离是拉开的，在他那边的感受上，其实他有一直在跟你保持联络，或是说他不定时的跟你有保持一些联系，我不知道是在网络上或什么的，反正你们不算一个完全陌生的朋友关系，可是也没有到非常频率非常高的，常常见面或常常遇到。哦，因为距离是有拉开，这里有拉开一些蛮大的距离，可是彼此的联动还蛮高的哦。所以你回想一下我刚刚说的，你可能有某一次的巧遇遇到他，对他来讲是一个邂逅，但是对你来讲只是个初步的见面而已，这个心态上有差蛮多的哈。我认为啦，我现在才看到，我认为你们那一次的见面里面，其实有其他人哦，其实有其他人，然后他是跟着其他人一起去的，他是跟着其他人一起去的，然后遇到你这样子，只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做太深的互动了。好，好，我来看一下，我突然好奇一下这个事件的过去这个时间点里，你现在多久以前哈？帮你捕捉看看啊，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可能清楚的时间点哈，看一下。好像不是要抽这一副牌，因为一直我帮你看一下。这三，等一下哈，12、5，它这边有两个讯号点，都是在 March，我觉得他这边有说在春天之前的一个情况。他说他还在说春天之前你们就已经遇到了啦，春天之前。以现在来说，上一个春天之前，那还能多久前？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啦，我只能说，呃，只能说是上一个的春天之前。好，就是说上一个春天之后不是这些，就是上一个春天之前这个人。那我看一下哦，目前时间感觉只能这样，只有看到这个部分。不过这边也有透露一个小消息，就是他有把对你的喜欢跟好感的这件事情隐藏的非常，的确啦，他把它隐藏的非常里面了哈，是感觉就是对你把你的喜欢根本就做了一个城墙，把它包起来、挡起来，不让你察觉到，然后偷偷喜欢，因为他可能我觉得他有感受到某些其他的，我看一下，这个牌又出来了，他觉得你
不是一个他能够轻易了解的人啦。好，从外在上各方面、内在、心理、谈吐或各方面，对他来讲都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状态哈。他现在对你来讲，他到现在还在探索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可是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主动性，然后他也还在处在一种还在选择要不要对你有所比较主动的一个状态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第一啦，第一他不再在你的生活圈里，没有很靠近，目前看起来没有很靠近，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偶然的互动。但是真的不在生活圈，所以他也不是你的朋友圈里的，他站得比较遥远的，然后再看你，哦，差一些主动性。不过今天会捕捉到他，表示说未来你们两个人的未来的能量其实是有机会发展的啦。只是现在他站的实在是有点太远了，我觉得他主要是处在一个他对你的不熟悉感实在是太重了，因为刚前面也有一些一样的讯号。好，时间点的话，等一下我们再抓一个时间点是抓未来的，这个是之前的了哈，就是之前的时间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能量的契合度哈，先看一下两个人的能量的结合情况。先来看一下这个人哈，先这样来看就好了。的确，他确实，我觉得他站得蛮远的，他真的站得离你蛮远的。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他自己他对你有一个奇怪的想象啦，奇怪的，我觉得他的粉丝心态有点太重了，下的有点太重了。其实以今天牌会捕捉到的话，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跟你有机会交往或什么的，因为表示他的内在契合度都还蛮高的。然后，虽然他跟你，我刚说他也不在同一个朋友圈里，可是他这里还是有看到哈。哦，这边我左上看到一个人，你们其实平常会常常出现在同一种活动里，可能是宗教的活动里，或是同一个课程里。它这也不太像是一个朋友关系，它比较像是说工作之余的其他的某种活动，或比较容易说，它也有可能。我说的课程有很多种，身心灵课程，有很多运动课程，也有你们可能会去参加一些座谈会或什么，去看展览或什么的，它都是会出现的那一个人，就是说他在这一个工作之余，其他的活动的圈子范围，他在那个里面，所以在这里看到的是，他其实时常看到你，他时常很有机会，他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你，但他都没有，因为钱币四啊、权杖九啊那种有所局限的牌子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啦，然后里面有一些，然后为什么我说你们两个应该是适合的？因为里面有一些该得到的一些礼物、一些馈赠都躲在后面被收起来，都被收起来了，被藏起来了，很奇怪，所以才会很像是说，本来你该得到的一些，你该得到的这个关系啦，这个桃花啦，这个告白，这个人。他一直不知道在等一个什么时机，有啦，因为他为什么说在等一个时机？因为十三牌出来了嘛，总是有一个转换期，有一个跳跃期。可是因为都被局限了，变成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无法行动的机会，无法成为有效具体结果的一个机会，都被他，我猜时机还没到，还没有一个特别的
跳跃点，让他一定要跟你说什么。他现在觉得这样偷偷暗恋你还蛮安全的，能够捕捉到更多的讯息，就是他真的很常出现在你附近啊。可是他真的不是在工作，也不是在玩乐，这不是在玩乐，都是一些真的是特别其他的一些。如果你有一些别的课程呢，你要常去什么一些工作之余的一些兴趣，你常常会固定去哪里什么的，他就在那个附近里面，他在那个范围里。来看一下。等等哈。你很可惜的是，你无法靠你自己主动去察觉到它了。哦，然后好消息是我最近看到，好像是在他的非常内在、非常底下的意识里面，他已经有开始有一个蠢蠢欲动，要跟你他有所行动，可是什么行动我不太知道。不过这里看起来是能量开始被调和了，所以他可能有开始有点按耐不住，想要跟你告白了的讯号有开始出现了。哦，有开始出现，有这个能量汇集有开始起来了。不过他还是处于在一种自我封闭啦。哦，他自己把自己让自己躲起来的讯号有点多哦，有点多，有点浓。所以近期我觉得他要去真的做出一个比较明确告白的行动，可能机会不大。然后刚好还有一件事情是，你好像有某些原因，会有一阵子离他比较远，会离他比较远，可能是你自己近期会有一种个人内在啊、成长啊，或是你自己会有一种各种结构上的一个提升啊，你有一个晋级的机会，身心灵各方面，这边有看到你会有一个成长讯号，就是你要进阶了啦，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你要进阶了。那因为你要去进阶，所以你可能要去上课，你可能个人各方面要去躲起来，或是关闭起来，去努力去什么的。好，然后你跟他见面的重叠那个场合，或是你可能会有一阵子不去了，你可能会有一阵子时间跟他错开了，所以对他来讲，他可能会有一阵子就看不到你，所以他可能心里这一方面开始就急了啦。他可能我觉得他这里开始急了。所以题外话就是，你近期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升的机会，你可以，如果你近期有遇到一个你需要特别去努力、特别去做一些挑战、特别去做一些功课的时候或什么的，你就去做哈，因为那是你最近一个个人各方面要提升的一个好机会，最近又要来了。然后，这边也有看到是说，你也会有一个朋友圈的扩展，还有你可能会有家人的支持。最近你的家人会支持你做一些事情，就是说你最近有可能需要一些帮忙的时候，你的家人会支持你。这是其他看到的了，跟这个恋情没有关系哈。那他自己的话，他自己可能还需要再突破一下啦，因为他这边看到的一些火苗或者什么东西才刚开始，没有太多。然后他旁边也有一些他的朋友或什么有发现这件事的人，我觉得几率很小，但是好像有这个讯号，就是有发现这件事情的人会跟他讲说，叫他勇敢，你叫他去做告白，或是去对你做一些比较明确的表达啦。这边也有，好，不过目前只能这样子啦。我是希望你不要太多期待啦。近期先不要太多，因为他的能量还没有完整起来，还在他自己这方面的功课还没做齐我觉得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他心情上会有一些冲动，我刚才可以看到说，如果刚刚预测，一定要看一下时间，他经常会有一些冲动，可是行动力不足。这边我很少会看到这么多限制牌同时出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时间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时间点后，他会跟你做一些表达，很明确的表达。
然后刚刚看起来能量上来说，我必须说，你们的能量、内在能量的结构，也就是说个性啊各方面的，其实契合度蛮高的哦。契合度蛮高的，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如果你真的认识起来的话，其实相处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因为价值观啊跟所追求的一些方向感啊，其实都还蛮雷同的，不太像是一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好，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太多讲了。因为从刚刚会说你们两个会参加同一种课程啊，或者常常去一个地方常常遇见，好像表示你们的生活形态跟价值感追求的东西其实是蛮相近的。来看一下未来的时间来说有没有什么这个关系大进展的时间点哈。我先跟你先说哈，皇后牌今天出现的次数有点高，所以表示说这一个关系其实是蛮不错的关系，就是说它其实是有礼物躲在里面的，所以你可以等看这一条故事线，因为这个故事线才刚刚被我们挖掘出来哈，它的发展时间线我觉得还有点远，我甚至觉得它还不在头，它还在有点像是小说里面的序章而已，都还不是到第一章哈。来看一下哈，很长久的时间点啊，然后再来是皇后，皇后通常就是近期的事，我们从刚刚我们已经有抓到一个时间点了啊，就是说上一个春天之前，可是这里又在告诉我说，你看下一个更好的时间点也在春天之前，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春天啦，哈，就是 March 5月，如果你现在看牌，就在5月左右，5月4月这段时间哈，近期我只能说最快，可能就有一个表达，但是我觉得这个讯号，我个人觉得不可靠，因为我刚刚前面看了前面的讯号，我觉得它没有契合起来，它没有那一个冲动，没有那个很强的活能量，要马上现在要怎样？可是这里确实有一个是近期马上就会有，而且是有明确到4、5月。好，但我个人比较支持是下一个春天前啦，因为我觉得它的能量年的整合还在一个摸索阶段啊。我就算近期表达，我也觉得不是会很顺利，他表达的会不是很好，或是自己也没想清楚。好，然后我再看一下哈，你自己的话，大概最近心情上会比较浮动了，大概每个礼拜都会突然再想一下你自己个人的心灵成长、各方面成长的问题，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困扰，最近会蛮浮动的啦。你最近心情上比较不平静，但是不是感情上的，而是你的生活上或是人生啊规划上、生涯规划或什么，突然开始再想一下你自己的人生的位置。你这个人想做一些提升，也不是说不好，你可能想要，主要还是比较多的是想要做一些提升啦。你有一些不满足，突然最近浮现出来了。好，这边是别的讯号告诉我的。好，那选择号牌的朋友大概就是这样了哈。这个人今天捕捉到这我觉得他还蛮远的，但是如果你认真回想的话，你们其实已经接触到了。如果你能想到的话，我建议你不要说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跟你还不错，但是他还没有发展到需要你们两个这么比较接近的认识啦。如果你有想到，但是就先放在心里就好了。好，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好，谢谢你们来听，然后祝福你们。如果喜欢，记得按赞支持一下我每日更新的动力，感谢。来，接下来我们来从选到3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日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哈，那我们分3个部分：第一是他是谁，他在哪；第二，你们能量的契合程度；第三，什么重要的时间点？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他是谁，他在哪？帮你捕捉一下。好，
目前看起来的是说，他刚经历完一段，不能说刚啦，就是他已经，我只能说已经时间点我不确定，不能说刚刚，因为刚刚会觉得很近。他已经结束一段恋情，然后从一个比较难受的状况已经复苏起来，已经成长回来了。哦，他现在是处于一种心灵跟感情状态都是非常丰沛、非常稳定的情况。好，然后这边看到的是说，所以他对于情感上面，目前看起来会有所坚持，会有比较多的坚持。哦，所以他遇到的人，他会有蛮多的判断，因为他可能之前的爱情经验让他觉得他必须要再更谨慎一点。哈，然后以距离上来说，这没有看得出来他离你多远啊。现在这个没有，也没有看出来他是做什么的，反而比较多是他心情上的各方面的。哈，来，我再来帮你翻一次。好，我只能说他现在处在一个工作，我觉得他在工作有在新的转换的一个阶段了。但不是因为他之前的工作不好或什么，而是他现在处在一个他想要转换一个心情，所以他现在是什么工作，我觉得他没有，还在寻找，还在换，还在等待。但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刚好是非常知道。然后他现在的心灵状态各方面是非常健全的，非常澎湃的。他这现在比较像是说，他突然感受到自己人生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转弯，或是一个大改变，所以他想要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作环境、新的领域这样子。所以以目前来说的话，很难去捕捉到他离你多远啊，或是在你的生活圈哪里啦。目前看起来，因为他现在是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个漂移的状态，一个很好的情感能量的一个人，可是在漂移在你的四周，所以很难捕捉到他在哪里。可是我最多只能觉得两个，第一，他时常在你附近游荡，但是你们两个并没有任何接触，所以可能缩小一下范围，可能生活圈啊或者什么的，你们常常会以一个陌生人的形态经过、错过，但是没有认识。第二，还有一个是，他心里有一个确定的要去的方向，可能是要搬去这个地方住，或是想要去这个地方工作，或是想要去哪里工作，然后你就在这几个选项的里面啦。所以你们，我觉得卷到3的朋友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这个暗恋是即将要发生的，而不是已经发生了，然后再复习，因为它这个有一种将要未来式的讯号比较重，所以应该说选到上票，它会有一个将要暗恋你的人要出现了，因为他还没有进去还没有到你的范围里。来，我来看一下两个能量的连接来，这个等一下再放，先放这里。这个人呢、时间点我们等一下再看。我只能跟你说，他将要出现在
你的生活里，这个是确定的。然后他可能会因为，我觉得他很有机会在工作上出现在你的工作范围里。然后我告诉你几个讯号后，他出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第一，你会感受到感觉到信任感；第二，感受到平静，感受到一种安稳、安定的力量，然后很受人依赖的力量。然后他能够，这个人出现在你生活里的时候，哈，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心里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杂乱的东西想要解决的东西，你会很想跟他说，然后他不一定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是他能够让你达到一种非常平稳的状态。他不一定能够帮你在逻辑上整理，但是你跟他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不能说温暖或温柔，可是你会得到一种像温水一样的感觉，得到一种舒适感。然后你对他身上的所需要的需求、欲求，都不是希望他能够给你一些建议或见解帮你解决，而是你希望他能够听就好，而且他也能够在这个功能上表达的非常好。那，不过这边也有一个特别的点啦，如果你有一些情感上的情绪上的东西跟他讲的话，他反而可以把它转换成一种，不能说转换了，他对你来说，你会感受到他能够非常理解你内在深层的思维，那些情绪的东西，也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他跟你不是一拍即合的类型，他跟你的比较像是说，你好像跟他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是情感上的语言，你们的用字啊，你们所追求或是所取向的那个价值观的方向比较一致，所以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或者跟他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他谈一些比较情感上面的比较文字，就是需要更多情绪去体会的东西，它跟你的震动比较强。但这个震动不是桃花的，而是你对它会有一种这方面会有一种依赖啦，好像你心里有一些你从时常想不透的一些声音，跟你给自己的一些词句上的困难，你本来找不到答案的，你跟他讲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被理解的舒适感。这是这个人所带来的特质，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讯号哦，就是这个人。那他会处在这个角色里，不会告诉你，也不会让你察觉他对你的喜欢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大哦。他把它躲起来，他这个有一点像是一种，就是说在地层下面的一个瀑布哦。我要怎么形容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瀑布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比较低的地方往上看，看到一个瀑布嘛。可是有的时候，有些瀑布是它在你的那一个地平线之下的，也就是说，你可能站在比较高的纬度吧，就是海拔比较高的海拔上面在行走。可这个瀑布其实是在比你在低海拔的地方那个瀑布。我在形容的意思是说，他心里的那个澎湃啊，会藏在你没办法，你现在无法察觉的一个地方，他把它藏在，因为你们的距离是有一种上下的，他把它隐藏起来了。他在一个比较希望你感受到正面能量的一个情况下跟你相处，可是他心里对你有一些其他的情愫，他觉得相较之下先不那么重要，所以他先藏起来，所以很可能你跟他在未来相遇的情况会变成比较多，变成是比较多谈话的朋友，然后你也有可能会误会，觉得这是朋友关系，其实他用的是一种恋爱关系在喜欢你。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啊，因为他正在让整个情况发展成一种比较健康的情况啦。他不是太激动或什么的，因为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讲哈，他为什么会处在一个暗恋的情况，就是因为他还没准备好，这是第一；第二是他觉得时机还没到哦；第三就是不知道在等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性格跟人格上都有不太确定，这每个人在自己在等什么啦。哦，等一个感觉也是一种等啊。所以有些这种事情，我通常都觉得不要急，或是知道谁暗恋你，然后你也喜欢，我觉得这个也不要说破。好，
你自己准备好比较重要，自己准备好接受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感情，这个比较重要哈。等一下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其实这个牌面上有在支持你去说破，你去主动。就是说，如果你后来发现这一个看起来跟你好像蛮亲近的朋友，什么都情感上面很常聊天这个朋友，如果你发现了他暗恋你，他其实是喜欢你的，这里牌面有支持去说破，你去主动一点，去直接说出来，有在支持他。从不同的路线、不同的面向来说，都有支持去说出来。这里不是一个勇敢的气息，而是说你可以拿回一个主导权，并没有不好，也没有破坏掉什么哦。然后它会让关系会从一个比较，因为它其实这里我一直觉得它这个水能量都不够强，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啊，虽然有一些浪漫的情愫了在他心里，但是这边的水能量比较多，是他对你的喜欢有一个憧憬。可是对于两个人的结合起来的话，他走向了一种比较生活感的、比较陪伴感的人，朋友的性质确实是比较高一点。然后你们两个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来相处，才有可能会进入恋人的。因为他这里比较多的是，因为两个人能量的相处是处在一种非常多的生活小细节堆积起来的关系的结构。然后其实他心理上、他心态上也在期待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可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到，他其实要的是这种稳定的相处关系，而不是充满浪漫气息的关系。他喜欢很多生活的小细节，然后你们两个的关系也是会因为满满的生活小细节而离不开对方。所以在这个我觉得这个谈话比较像是你们的关系的序曲啦，开场。这个关系后面会持久的开场，因为这一个关系奠定了很深的信任感，奠定了蛮深的信任感，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哈。我再仔细看一下有什么困难点。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有一些困难点的话，比较多是你这边，其实两个都有了，都有一些过往的恋爱的失败经验在困扰着你们，然后有一种感情上失败的类似的感觉，在你们遇到新的感情时，这个类似的挫败感又会浮现起来，会产生一些疑虑哈。然后这里给的讯号是说，对自己善良一点啦，没有对自己好一点啦，不会一直重复发生那些坏事情啦。这边有给的这个讯号是这样。好，那不过他有一个难题啦，不在你这边，他自己有个难题是，他自己也要做比较多的努力去了解你啦。其实你对他来讲，虽然说你常常需要跟他去讲，就说你们互动需要很多的聊天，可是其实对他其实花了蛮大的心力去理解的。他有点逞强，但他很用心。我只能这样说，对你的喜欢，对于你的重视度，对于要表现给你的那些东西，他有点逞强，有点力不从心，有点超过他的能力。可是他非常用心，他这个过程他也非常慢慢的在努力，所以我才说你们这个关系更多的不是你被他理解，而是你需要他倾听。你喜欢的是这个感觉，而不是被理解哦。因为其实你非常理解了，你只是需要双重验证，从一个你的诉说上去
你需要去告诉别人的这个过程里，去听到话从你嘴巴自己再说出一遍啦，你懂吗？这是你的方法，所以可是却会影响到他需要更努力去理解你，这是他自己的功课。哦，你没有带来给他困扰，可是这是他需要学习的功课，对于你们两个未来相处这样子。哦，今天讲的都是未来式哦，比较是未来式哦，因为他目前还在遇到你，然后暗恋你的路上。好，刚前面有，你可以想一下。好，来看一下时间点哈，我们来捕捉一下我们刚说的时间点，他遇到你，然后跟你要开始暗恋你的时间点，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哈？来，我整理一下。抓个时间点的话，这一题我帮你抓比较多啦哈，抓多一点时间点好，不要抓3张，抓个5张来凑看看，时间的分布会不会比较密集一点？5张啊，先3张好了啦，我怕其实已经够多了，不够多的时候我再翻。好。还不错哎，至少以时间点以外的话，这个牌面都还不错，也是一种令人期待的发展。等一下哈，12990300190，目前看起来的话，以月份来说，有2段时间很特别，比较重。可是我把比较大的9月上下会有1次哦，因为我先说不知道我没有预设你什么时候看这个，我只能说9月上下1次。如果已经过了，那就是下一个9月上下。但是如果你已经过了9月之后才看到这一组牌的话，它有一个时间点啦，哈，1月快接近2月或2月之前，它不是12月，它就是2月之前。但这个2月的2是所谓的2月最后一天之前呢，还是2月1号之前，则不确定，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浮动的一个讯号。当然也有比较小的啦，比较小的就是说，它可能每4个月可能会有1次机会，会推动你们两个人见面。可是我觉得那都很小，那都是很随机的。所以有重叠性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2个时间点，就是他会看到你，然后他会开始开始暗恋你，然后这条线开始发展下来。我刚讲这2个时间点是这样子的开始哈。所以你再期待一下了哈，我觉得最快半年内你们可能会认识啦，很有机会半年内认识，再不然就再等看看哈。比较久可能就是明年2月，我觉得这个，因为它也有一个讯号是它可能之前啦，就以现在之前的3月初或是2月，我觉得就是2月应该要有1次了，可是如果没有就没有了，大概是这样。这个分布时间的讯号应该我能看到了就讲，没有什么太近的，最近的就，秋天有一点点，但我觉得不够强。好，就大概是这个时间点哈。那你期待一下啦，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要这样子，它也会有一个，以你现在看牌之后往后推。如果一定要这样往后推的话，我觉得大概要4个月左右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哦。你可以慢慢等，因为它能量这样走的话，可能就是我目前抓的比较模糊啦，讯号也比较淡，可是能看到的数字就是这些了。那你期待一下吧。好，这个很特别，我很少
这是我第一次在翻谁在暗恋你的时候，就是一个未来式的，就是还没有开始暗恋你哈，很特别，选到3号的朋友，祝福你哈，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希望能够帮到你哈。然后谢谢你来听，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来支持我每日更新的动力，谢谢。